这个人是重庆市的领导，当时的重庆一把手，叫萧央。萧是就是那个大侠萧峰的萧，央是稻子插秧那个秧，禾字旁一个中央的央，萧央。萧央是个好人啊，大家知道汪洋是好人，萧央是好人。萧央好人，他就命大，命不该绝，官至重庆市委书记，命不该绝，阎王生死簿上还有10年阳寿，也不能让他上飞机。怎么回事呢？萧央当时在北京办事儿，也买了1月18号那班飞机回重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赶回重庆开会。结果呢，赶回成都开会。结果重庆驻京办主任陪着他赶到机场，他们都到了机场了，因为他毕竟是市委书记，大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机场，一看，人家不用在大厅等飞机啊，进贵宾厅，民航跟他一汇报，完了。起落架在维修，不问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实话实说，不知道，有可能航班取消了就。那80年代只有那一架飞机啊，往返北京、重庆。那而且呢，如果一旦取消，在这个航线等2天都是正常现象。萧央20日上午必须出现在成都，所以他必须赶回重庆。所以萧央为什么必须出现在成都啊？那个我告诉你啊，1月20号上午，四川省7届人大1次会议在成都召开，要选省政府和省人大的班子。那萧央能不去吗？说那不对啊，老王他是重庆，他去拆四川省干嘛？你看幼稚的不是？1988年重庆是四川的一部分啊，还没有独立呢，所以萧央不敢怠慢呀。那他妈的不能赌，所以萧央不管他航班取不取消，保险为上，马上退票。萧央也退票了，改飞成都的那班飞机，又飞成都的，他就走了。那于是萧央把他的票留给民航办事处，留给他的那个驻京办，自己买了一张新去成都的票，下午4点他就安全抵达了成都，所以他就安全了。但是啊，那张票去哪儿了？开始我说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有个民航内部的人抢了，就那个人名字未能公开，但是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但是死罪难免是活罪难逃啊，老萧也是一样的，在劫难逃，你有一劫不能让你轻松度过。20号省里的这个会选杨汝岱省委书记原是杨汝岱，省长当时是张浩若选张浩若那期，终究他是开不了这个会。为什么？他作为重庆一把手，市委书记19号马不停蹄的从成都赶回重庆处理这次坠机事故。18号晚上这次大坠机，重庆所有的班子都必须在现场所以他在成都也开不了会了，他又往回跑回了重庆。19号出现在重庆，与紧急专机抵达重庆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民航总局副局长严志祥、四川省刚刚当选的副省长马林一起组成领导班子118空难调查善后处理工作组。5年以后，时光荏苒，5年以后，萧央1993年，萧央以888票的高票差当时叫等额投票选举但是呢也是要投票的，所以萧央以88票的高票差领先，当选为四川省省长。1993年，当时四川的记者采访他，说您领先888票是否意味着发？你是拍马屁吗？萧央同志说，8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吉祥的数字。1988年1月18号发生的118空难，坠毁的是1218，有108名牺牲者遇难。他的一席话使得拍马屁的记者心情立马沉重，也就是说萧央时隔5年并没有忘记118。1988年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四川省重庆市委书记的萧央，在1989年6·4动乱期间，
以身作则，良心为上，枪口抬高1寸。在6·4结束之后，中央要求各省市汇报的清算报告中，就是秋后算账的报告中，肖央一句重庆没有发生动乱，保住了整个重庆学运人士的未来。也就是说1989年重庆那么多高校师生上街，肖央肖老一句话把他们全遮过去了，没有任何重庆的老师学生受到迫害。所以1992年93年是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副省长肖央当选。1993年就是我刚才说的888票成功当选四川省省长、四川省省委副书记。那么1998年又是5年10月9日，肖央因肺癌在成都去世，享年虚岁70岁的69岁，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要影响别人上班办公，骨灰就在家里做个遗体告别就得了。为什么他得了肺癌？因为他是北京玻璃厂工程师出身。这个人老肖是朱镕基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同系同学，他俩认识。他在北京玻璃厂的时候，那个年轻大学毕业，清华毕业，他就去了北京玻璃厂当工程师。他是潦草了，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劳动保护概念，得了尘肺病、吸肺病。大家知道那玻璃厂里边粉尘，他在里边吸肺了。吸肺了以后呢，终于在69岁的时候肺癌去了。好了，那么有可能我们说如果熄火后飞机不转飞成都，当时就迫降的话那有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这是李先生最后说有可能，答案是不是有可能是。及时迫降，发动机断不至于掉下来人不至于死得那么惨。那么还有一张飞机票也被人抢去了，谁的飞机票也是有一位退票的也被抢去了，就是什么呢？有一个重庆本地的医生姓庞庞医生。庞医生当时出使非洲做我们中国的援非的医疗支援项目。大家知道黑非洲需要医生中国有很多援非医疗队。四川的庞医生重庆庞医生也在援非医疗队里面正好结束工作飞回老家，落到了从埃及开罗转机落到了北京。之前给家人打电报那时候都是电报给家人打电报说1月18日中午抵达北京。因此当民航总局通知家属说庞医生回不来了的时候，家属不信，说不可能，因为他中午才到北京，怎么可能登上那个死亡航班呢？而事实是久居国外的庞医生回到了北京以后归心似箭。因为他是援非医疗队的，他又是体制内的，所以重庆驻京办的人手眼通天，接了他以后，从首都机场接他以后，没有离开机场，没有回北京市区过夜，急着要回重庆。那重庆驻京办的人因为手眼通天嘛，就说正好咱们有个飞机刚刚修好，你要是这个早来一会儿不是，或者晚来一会儿，你都赶不上这架飞机。你早来你晚不到一会儿，这飞机早飞走了。就是你飞机在埃及落地，飞过来的飞机落地的时候，这飞机应该已经走了。但是呢，因为它起落架坏了，刚修好，你要不要？正好多了一张票，要。结果没想到肖央书记这个校长们退掉的票就被庞医生抢走了。抢走的不是一张票抢走的是一张地狱的邀请卡。所以家人知道这个变化之后，接受不了现实，晴天霹雳。那么作为李先生写这篇回忆录，李先生他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异常的玄学的感应吗？有李先生也是德高望重的一个退休的体制内的老领导，他没有必要哗众取宠编这个故事，他是这样记录，如实记录。1月18日上午9时的火车，我是9点的火车
王刚是飞机，所以呢，他赶往飞机场的时候，我还在床上赖着。临走之前，我说，如果你回到厂里，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说我要多待1-2天才回厂。然后等王刚离开了，走出了酒店的门，我忽然一惊，我为什么加了个如果？如果你回到厂里，给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要多待1-2天再回厂。我为什么要加个如果呢？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来北京之前，厂里的一位老总从北京返回重庆，在首都机场等这班航班等了3天，把他等得好冒火。回来以后跟我讲跟年轻人讲，冬天最好不要坐飞机，欲速则不达。难道王刚也会遇到这种遭遇吗？也要在北京待上2-3天？后来我分析过我的心理，用弗洛伊德的方法，王刚坐飞机而我坐火车。王刚他们有3个人（括弧其他2个人也是我们单位的，但是他们办的是另一件事儿），他们3个人都在那架飞机上，而我作为4个人中这个厂的4个人回重庆的唯独我被抛在外面坐火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难道我无意之中对这件事情有些不满吗？有说不清的气恼吗？他错了这个老李到今天他还没明白为什么，这跟弗洛伊德的气恼一点关系没有。于是当时他还不懂，我买了一本新华文摘上了火车，在火车上消磨时光。天未黑卧铺嘛，我就很早躺下，迷迷糊糊的，火车摇晃着，我就睡着了。这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一架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我的视角立马就到了那架飞机上，往下看。黑暗中，我看到我乘坐的火车像一条巨龙在山间飞驰，车前的那个探照灯的大光柱照亮了山野。我看见飞机上王刚抱着那个黑色的行李箱里边有我们宝贵的保密录像带，就是那个资料和资料向我砸来。他一边砸还一边喊，给我带回厂去。那黑色的行李箱从天上飞机上被他扔了下来，而这时我又回到了地上。行李箱在天上这样飘，一直砸落到了我的怀里。于是我被惊醒因为飞机上扔下来个行李箱，临走还喊给我带回厂去，心跳得厉害，越想越害怕，完全就没有睡着了。一股不祥的阴云笼罩着我。在此我插一句，不过今天没跟你们讲鬼故事，我跟你们讲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真实发生的。你们觉得像鬼故事，是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死这种大事儿，业力的罡风没吹到过你们，所以你们以为是鬼故事。我告诉你们，真的有感应，人真的有感应。这个哥们儿当时年纪轻轻的，这个哥们儿就有这种感应，而且你看这个感应有多强。他晚上出事的那个时间10点来钟的时候，他睡不着了，已经10次列车9次晚点。虽然我坐的正是9次特快列车，但那一天居然是正点抵达。一到家，妹夫就告诉我，昨天晚上有一架飞机在白石驿坠毁了。我吓了一跳，赶紧问是掉的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我妹夫也不懂脱口而出是个小飞机吧。然后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还是小飞机就好。匆匆扒了几口饭，但是还是心里边心绪不宁。我给朋友们从北京带回来的东西带回来很多特产我就往朋友家去给朋友送。刚推开门，电视上正在播空难的新闻，正是王刚坐的那架飞机。我一眼就看出来，我把东西往朋友家一放，转身就跑，大喊一句糟了，转身就跑，弄得朋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朋友并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很早，我赶回工厂，老婆已经知道我躲避了灾难。老婆并没有哭，才读小学1年级的儿子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孩有感应知道他爸爸是他妈的阎王殿前走一遭我去到厂里的办公室，在一路上整个工厂的人都在议论。有人说那个活着的之所以选择了坐火车，是因为他是个工人，不是干部，没有资格坐飞机。还有人就交头接耳说是他们2个划剪刀石头布，3局2胜，王刚赢了坐飞机。还有人说是王刚想早点回家，所以请那个坐火车的吃了1记烤鸭，然后才换得了这个飞机票，人家才把飞机票让给他。
我路上听着是哭笑不得。然后呢，工厂召开3位死者的追悼会，我给王刚写了一副挽联：君有何罪，竟堪此大难？吾有何德，反苟延残喘？后来我专门为王刚写了一篇特写黑色箱包，发表在《神剑》杂志1990年第2期上。大家知道他的单位了吧？神剑杂志就是离他的行业很近。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胖嘟嘟的始终面带笑容的脸，心中就感到不平静。人死倒无所谓，可是死前那种恐怖惨状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从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到另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在死前的那几分钟，他们在干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在有埋怨我吗？他在后悔没有听我的劝吗？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是这个李先生写的回忆录，大家记住啊，发动机他到今天他还以为是发动机熄火。老王告诉你们，不是发动机熄火，也就是说临死之前的那些人的惨状啊，那108个死难者的惨状是发动机起火。4号发动机熄火之后又起火，在璧山上空起火之后才兜头回来。而且发动机起火之后迅速的因为它着火了，从翅膀上机翼上掉下来了。4号发动机坠落在几十公里之外，现场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竹林里边，过了好几天才找到。这飞机丢了个发动机啊。那你想，这飞机掉这个发动机的时候，这飞机并没有坠毁，所有的乘客都看着飞机发动机掉下去，经历这样火光冲天，经历这样的惨状啊。那么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另一家的真相更加接近现实。他的哥哥在这架飞机上。不会这么巧吧？我忽然看到空难的消息，我哥哥坐的正是这架西南航空4146航班，像做梦一样。我当时就愣在当场，第2天陪同嫂子和侄女坐在了飞往重庆的飞机上。我们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在飞机上想的主要就是这次空难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定要查出真相，才是对往生者和未亡人的最大的慰藉。如果说真相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绝迹，那80年代的中国它依然是濒危物种。这个说的有点保守了。今天的中国难道真相不是濒危物种吗？抵达重庆第2天，我们就随同其他遇难者家属一同来到了坠机现场龙凤新民村就是那村。此地距离4146航班降落的机场直线距离已不到5公里如果飞行时间的话，大家知道这样的基础概念吗？5公里着陆飞行时间大家知道要多长时间吗？5公里，当时坠毁的时候它速度是300多公里每小时，1分钟1分钟不到就到了，掉下来。飞机的残骸散落在泥泞的稻田中，遗骨已经收走，但是各种残骸碎片到处都是，一地狼藉。离村子不远，远远望去，注意啊，真相来了，弟兄们，我为什么告诉你们一派胡言？赞米亚地区，注意啊，很多遇难者家属，包括我的那位朋友，并不知道这一段。远远望去，嫂子突然发现一家村民在村边一家村民院子里有个篱笆，篱笆上晾着一件大衣，刚刚洗干净。那件大衣很像是哥哥穿的。走近一看，嫂子认出来就是哥哥穿的，于是马上找西南航空工作人员，经过一番交涉，才从家里拿到那件大衣，还得交涉。结果刚拿到大衣，回头一看，哥哥的手提行李箱也在那家。什么意思弟兄们，穷山恶水出刁民凡是了解真相的都知道，1988年重庆赞米亚地区歌乐山、璧山那山村有多穷，有多野，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天上掉下来个大飞机，携裹着钞票、钱、行李和这些老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的皮鞋、
手表、大衣、呢子大衣、皮大衣，8个精光。我的朋友昨天跟我说了一句，我没好意思告诉他真相。他说我妈妈回来告诉我，所有的尸体都一丝不挂，只盖着个白布，让家属来认。我没好意思告诉他为什么一丝不挂，只留个内裤，为什么只剩个内裤？他说甚至有的连内衣都扒了。你们没有听错呀，弟兄们，你们这些小年轻以为中国有多么文明啊！1988年，重庆今天沙坪坝区，那个时候叫什么八县啊，老百姓饿到连内裤都给你扒掉，死人身上扒东西。就像刚才那位讲的，我告诉你们真相，最后那个没死的遇难者很可能不是自己死的，懂吗？哎，这就是真相啊，非常的残忍，但是非常的中国。所以过了几天，我们看到重庆当地的报纸上所刊登的附近农民积极抢救人的消息，我心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报纸老是和真相对不上茬呢？哎，你刚知道啊，坐着专机去重庆奔丧的北京人遇难属也不是一般人啊，弟兄们，一般人的话你还要不回来大衣。我跟你说，难属们在一起几天，慢慢的彼此认识，有了交流，大家的话题主要就是真相、事故原因。而西南航空的接待人员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因为遇难者中除了10名机组人员之外，还有3个日本人、1个英国人、4个外国人。当时中国乘客的遗体只能放在临时搭的一个遮雨帐篷里，而外国乘客的四具尸体却躺在医院的冰柜中。还听说外国遇难者每人赔付几十万人民币，而中国人只有几千人民币。本来大家心情就不好，更是火上浇油。重庆的1月天又潮又凉，但这几天白天气温都在10度左右，遗体已经发臭了。空难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中国人还是2等人待遇。重庆1月份的天气，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空难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人还是2等人的待遇。大家越说越气，有人开始把难属的诉求写下来，有人去难属住的这几个重庆的宾馆、酒店、旅馆串联，所有的人都同意上街游行示威。第2天，1988年还可以游行示威啊！1988年啊，记住那个好事件啊！肖央在，主要是肖央是好人啊。第2天，100余名空难家属在重庆市政府门前请愿示威，高呼口号，要真相，要平等。这件事从没有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报道过。在我国，这种冠之以机密的事儿，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到的真相还有多少呢？小标题：罗干和万元户。也许是这种游行示威（括弧啊，我给大家再脑补一下，不是老百姓哦，这些人不是老百姓啊，你不要以为今天的飞机坠毁摔死的人和1988年1月摔死的人是一种人啊。所以你知道这100个人的能量啊，就是他们在重庆市政府游行示威的100个人里边，至少有20个人是肖央惹不起的哦，明白吧？也许是游行示威惊动了党中央啊，上面派了罗干啊，当时的罗干是全国总工会主席啊，罗干到重庆亲自解决谈判问题。罗干掏心置腹的跟难属们对话，说要存放遗体到冰柜的不好解决，那么重庆没有那个先进的条件，所以只有赶紧签字啊，尽快把遗体火化才是解决之道。只要签字，一律赔偿1万人民币。今天的1万元能干什么呢？可是1988年的中国梦就是成为万元户。按当时中国的物价，1万元够一家过好日子了。于是大部分家属签了字，少部分家属坚决不签字，一定要等到满意的事故处理规定。我听说好多家属说，哎，要啥真相啊？人都死了，飞机咋摔的？为啥摔的？
我们管得了吗？有那么重要吗？哎，给未亡人和孩子留点钱才是正事儿。所以大部分家属并不认为寻求真相是个重要的事儿，但是只有少部分家属认为于公于私都要查明真相，于公造福后人，于私真相让死难者安息。问题是当时的政府让遇难者家属从真相和万元户中2选1，大部分中国人当时选了万元户。飞行员老何的真相啊，我插一句啊，我问我朋友拿了1万吗？我朋友说没有。他妈的，我朋友说看来他们还是分了3、6、9等，我们家只拿到了8000。我爸爸当时北京最早一批做生意的富起来的人，我爸爸当时在身上揣的现金，我妈妈记得清清楚楚。上飞机的时候，我爸爸揣了2万人民币的现金，因为我这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家，2万人民币的现金。结果他摔死了之后，国家给8000的赔偿，还倒赔了1万2，2万的现金到今天1分钱都没找到，所有的遗物、衣服、箱子都没找到。你们听懂了吗？都没找到，还跟我说重庆没那么钱。你别告诉我是罗干拿走了，肖央拿走了，谁拿走的还用说吗？老何是接待我们的西南航空的工作人员，老飞行员，因为年龄大了，退役转行做了行政工作，这次正好接待遇难者家属，为人实在，老重庆，快人快语，我们相处的非常和谐。一次偶然的机会，即将作别之际，我们与老何做了一次长谈。我当然作为难属是想知道真相。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公干的老何一改往日的吞吞吐吐或许是因为已经结束该分别了，跟我讲了真言。我听后拨云见日，原来真相是如此的简单。他说4146航班的10个空乘是个双机组，其中一个机组是搭机返回的，2个主要的驾驶员就是主机长都是飞了多年的老飞行员，但是坏就坏在这儿。说2个飞行员不是好事吗？当年这个村农民都盖新房了，青蛙沟沟，看来是重庆当地人对吧？是那个歌乐山当地人，歌乐山辣子鸡就那儿了歌乐山当地人都他妈盖新房了，操！这是他妈，这是哎呀，我父亲参加过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我父亲是65集团军的，驻防在张家口宣化。唐山地震之后，65集团军官兵星夜兼程，连夜急行军，路都震断了，连夜急行军战斗速度冲向唐山救灾。哎呀，回来以后，我父亲说不让我们传，说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发国难财的。他说跟我们一起走的有一个唐山的幸存者，我们看他鬼鬼祟祟的，他好像在救人，我们把他手撸开以后，一胳膊全是手表，撸死人的表，偷死人家的东西，你说这他妈是不是人所以这个咱略过不表，人性的阴暗咱们不再多说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个可能性，不要那么傻白甜。那么为什么2个经验丰富的这个驾驶员反而是事儿呢？是出在这个事儿上呢？听老何老飞慢慢给你讲真相。飞机的4号发动机是在合川走廊上空熄火的，对不对？对。合川走廊在哪儿？距离白市驿航空飞行10分钟，也就是说已经开始降落的时候才熄火的。而伊尔18这架飞机设计非常好，4台发动机在无其他极端情况下，也就是天气还晴好正常的状态下，只要有1台发动机就可以飞行和降落。听见了吗？4台发动机不要说坏1台，就是坏3台都可以回来。所以按照飞行安全规则，飞机一旦出现主要发动机 fail 故障，应立即就近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
所以4146航班距离不到10分钟的白市驿的路程，而且那天天气也不错，只要在第一台发动机失去能力之后，当时的时速是390公里每小时，2分钟之内就可以飞到机场上空，1分钟之后就可以降落。所以无论如何，他当时都应该尽快迫降在白市驿机场。但奇怪的事发生了，飞行员决定掉头飞往成都，大家还记得吧？要飞往成都备降。要知道，成都的双流距离合川，就是白市驿260公里，当时的时速390，要飞40多分钟，也就是他飞机发动机失灵之后，他本来2分钟1分钟就能落，他不落，他一定要飞40分钟，带病挺40分钟到成都。为什么？结果在去成都的这40分钟的路上飞了一段时间，飞了多长时间呢？我老王可以很精确的告诉你，他在璧山上空出现第2台发动机故障的，也就是说飞了不到10分钟。也就是说他掉头飞往成都不到10分钟，在歌乐山上空飞到璧山上空几十公里不到10分钟的时候，第2台发动机阎王再次敲门，又出了故障，而这时候第1台发动机居然起火了，于是不得已赶紧又转头向白市驿飞。这时候10分钟的宝贵时间已经过去了，再往回飞你是不是还得10分钟？所以最后坚持到距白市驿5公里的地方坠毁。如果按照当时的飞行速度，离白市驿5公里，离进入合川10公里，他如果不浪到成都备降去，他老老实实的按照民航的安全守则落在白市驿不到2分钟，完全可以避免一次事故。飞成都来来回回这折腾，又折腾了20多分钟，终于机毁人亡。关键问题就在于此，为什么2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致要舍近求远，不顾安全规定掉头加油提速爬升飞往成都呢？明明发动机已经出故障了，加油爬升意味着什么？你开过汽车吗？你加油加速意味着什么？发动机负担加重，着火了，第2台也失去故障了，出事了。为什么？老何一句话道破，很简单：一，老飞行员艺高人胆大，发动机坏掉的事儿当年的经常遇到，觉得飞成都不是大事儿，能坚持住，这是其一艺高人胆大，河里淹死会水的。第2，这10名机组成员都是成都老家，都在成都，如果降落在白市驿机场，坏了发动机，要检修发动机不知道要几天，机组必须等着开回成都，恐怕好长时间2、3天之内都回不了家了。飞机在成都检修飞机顶回成都挺回去，在成都当地检修，大家正好放假，可以家人团聚几天。因为1月18号春节临近，普天同庆的日子，人人都想早点回家。机组人员10个机组人员个个想回成都，所以舍近求远，开着一架出了故障的飞机硬挺冒险回成都。结果是10个机组加98个乘客永远回不了家。这位乘客就问老何，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么符合逻辑的事儿，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老何抽一口烟，他说，事故结论到底是人为的疏忽还是机械故障，对10名机组人员的家属抚恤金有质的区别。听懂了吗？10个人，飞行员空姐摔死了，如果是机械故障，就是因公殉职的英雄，抚恤金大大的，国家给抚恤的。
如果是他妈一群二货，危险驾驶导致机毁人亡，他们不但不是英雄，他们还是罪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南航空都是熟人啊，都是老同事啊。一句话，对领导的责任处理，民航总局、西南航空领导的责任那也是天壤之别的。一方面是无所谓了，这个东西注意就好了，这是天灾。另一方面是什么？他妈的，你们这帮傻逼，安全管理不到位，一撸到底。所以大家一口咬定机械故障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就是真相。几个月之后，中国民航总局调查结束，原因公布如下。你现在在百度看都是这个原因啊，我给大家念一念。这起飞行的事故直接原因是由于4号发动机故障导致4号发动机失火坠落造成的。产生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机械故障，其他的因素包括我国民航发展机型过多，发展太快，造成航材缺乏，人员培训及地面配套设施、通讯导航设备未能跟上改革开放的需求发展，为给技术管理以及质量控制带来了诸多困难，产生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你看，这就是谎言。有多少谎言可以胡来？你们听我刚才给你们用标准的播音腔，用标准的中国的官话普通话念出来，是不是充满了伪光正？你都不好意思质疑我。产生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除机械故障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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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逼了吧？真相是，机械故障并不可能导致机械坠毁。直接的真正原因恰恰是飞行员缺乏安全常识，冒险操作，渎职甚至是造成。24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88年到今天多少年过去了？40年过去了，差不多40年了吧，37年过去了，真相依然没有，还是那个真相。最近又发生什么了？最近又发生东航321空难，一架东航飞机笔直的戳进了大山里，尸骨无存，这个肯定不可能抢东西了，几百公里的速度，甚至接近音速的速度，插到地里什么都没了。真相能找到吗？今天你们看到真相了吗？所以相信直觉，相信玄学，增加没用的冷知识储备，才是你真正找到真相，无论是历史真相还是灾难真相，唯一的解药。